AI 來的時候，我第一個反應不是它行不行，而是那我還算是什麼？我不是他做的不好，我是怕他做的太好。但今天我不怕了。這一集我想跟你講，我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，到底想通了什麼。大家好，我是東門 Eastgate， 做了20多年 Java Backend 的系統，現在用 AI 重構我自己的產品內容和第二人生。先說真話，那一種怕，不是怕沒有錢，是怕我花了很多年念出來的東西，突然間不值錢了。前一陣子，一個顧客換掉了我們5個人做了1個月的活，別人幾天幾個人就幹完了。那一刻我才發現，我最引為傲的技能，那一身本事正在被重新定價。我當時的反應就是去挑剔 AI 的毛病，但那不是分析，那是不甘心。後來我才看得懂，我氣的不是 AI， 我是在為一個舊的我難過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一些越厲害的人，有時候就越反抗 AI？ 不是因為他們笨，是因為他們把我是誰綁在我會做什麼上面。我打個比方，比如我們用的相機，以前拍照是技術活，對焦、測光、曝光要練很久。現在的相機全自動，這些技術1秒鐘搞定，甚至我們連相機都不用，直接用手機。那攝影師沒用了嗎？不是，拍什麼，為誰拍，為什麼我們按下這個快門，那個眼光機器是拿不走的。如果你的底氣是我這個手拿相機是最穩的，那 AI 一出來的時候你就會害怕。如果你是知道要該拍什麼的那個，你就不會怕。差別不在於 AI， 是你把身份掛在哪裡，掛在執行還是掛在判斷。說白了，執行就是把事情做出來，判斷就是決定要不要做，做哪一個對或者不對。打字寫代碼 AI 越來越行，定方向做取捨，敢說不是判斷，這個還是要靠你自己。但這裡有個陷阱，我自己也差一點掉進去。身份這個東西不是一夜之間沒有的，是一點一點被你自己交出去的。怎麼交？每次你停止做決定， AI 給你一個答案，你不想了，你直接用，再一次你又直接用，到後來你不是用 AI， 而是 AI 替你思考。還有一句話是非常危險，就是這是 AI 寫的，這是 AI 做的。你一說這句話，你就是把你最值錢的東西交出去。那個為結果負責任的人不再是你。讓 AI 執行是對的，是可以的，但拍板的那一個永遠是你。那我是怎麼走出來的呢？我做了一件很簡單的事，我把我是誰從執行轉移到了判斷。我不再驕傲於我能寫多複雜的代碼，我開始驕傲於我知道這個東西該不該做，會不會在半年後會崩。這20年給我的從來不是打字有多快，是判斷力，知道什麼應該簡單，知道什麼應該停，什麼時候應該說不。這個 AI 現在還是給不了，所以同一樣的新聞又有一個更強的模型出來了。有人慌，有人穩。慌的人身份還掛在執行上，穩的人身份轉移到了判斷那一邊。AI 拿不走你的身份，除非你的身份建立在錯的地方。我們應該把它從我會做什麼轉移到我看得懂什麼。轉移完了，你就不會怕。我就是這樣不怕的。這個頻道如果對你有幫助，請訂閱一下。最後我留個問題給你：AI 剛出來的時候，你第一個感覺是什麼？是興奮，還是有點慌？留言給我知道，我會去看。好的，我們下一集見，拜拜。